当地时间5月22号 ，TikTok 将蒙大拿州州检察官告上法庭。TikTok 在起诉书中说，蒙大拿州对 TikTok 的禁令限制了言论自由，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外交部在回应此事时指出，希望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无理打压别国企业，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运营提供公开、开放、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环境。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詹福尔特18日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 TikTok 在该州运营，成为美国首个宣布全面封禁 TikTok 的州。该禁令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TikTok 在起诉书中表示，蒙大拿州颁布这些不同寻常的、前所未有的措施，只不过是基于毫无根据的猜测。中国政府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毫无关联，也不曾要求 TikTok 提供任何数据。To be clear, there's never been any evidence, never any proof about any kind of information sharing. We've steadfastly denied that. TikTok 此前宣布，该应用在美国的月活跃用户达到了1.5亿，主要用户是年轻人，甚至拜登团队多次用 TikTok 来向年轻人推销他的政策。美国社会有许多人成为 TikTok 的内容创作者，并以此谋生。蒙大拿州的禁令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在禁令发布后几小时内，5名 TikTok 内容创作者就提起了诉讼，指出该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属于违宪行为，其中也包括拥有近10万粉丝的生活方式博主卡莉。I know this may sound stupid, but I cried. I broke down. 对于卡莉而言 ，TikTok 代表着生计。作为一名全职新手妈妈，与 TikTok 上的品牌合作生产内容是其赚奶粉钱的重要方式。This is my livelihood, and I mean, this money I use it for bills, to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my family, and I jus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have this huge impact on me. And my husband and I have even been talking about moving. 目前 ，TikTok 已经正式向位于蒙大拿州的地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主诉蒙大拿州政府对 TikTok 的新禁令违宪，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23日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时，也对这起诉讼进行了表态。Separately, I've noticed that some of our creators have also filed a separate lawsuit challenging the same bill in the courts. And I do want to say that, they care because TikTok is really important to them. 美国近些年来，那么在政治层面的话，对中国不断的去刻意去渲染中国的威胁，那么不断的去妖魔化中国。在国会我们看到还包括一系列的这个立法层面，那么试图去为美国行政层面去禁止这样的一个平台提供法律依据，这样的一种大动干戈的话，其实是反映美国社会它近年来的不自信，包括这样一种迷茫的情绪。据美国媒体统计，目前美国50个州当中，已有34个州在政府设备和网络上封禁 TikTok， 而蒙大拿州则是第1个全面封禁 TikTok 的州。联邦层面，在美国国会要求下，白宫在2月27号要求联邦政府卸载 TikTok。美国部分州的州立大学也已开始封禁 TikTok。放之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那如果存在这样的威胁，其实都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它仅仅针对的是 TikTok 这样一家有中资背景的公司。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这样的一个州，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禁令也是存在是否合法的疑问，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禁令在法律上它其实是肯定是可诉的。那么至于是不是胜诉的问题呢，这个其实很难说，那要看美国的司法体制是不是能够保留住这最后一方净土。观察指出，美方企图封杀的都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作为一款社交媒体软件 ，TikTok 的兴起被认为是挑战了美方长期把持的信息霸权。而在中国国内，一些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领域也掀起了对美方的对等反制。5月21日，国家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表示，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未通过网络安全审查，我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禁令出台后，美股美光科技下跌2.85%，领跌美国科技股。美光科技是美国的储存芯片行业龙头，也是全球储存芯片巨头之一。路透社引述美光科技高管的话称，2022年该公司的营业收入中有1/4来自中国。该公司长期斥巨资游说美方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中国监管部门对美光科技的安全审查引来了美国商务部的反对。美国商务部表示，审查是针对美国企业，并不符合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和透明原则。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中方此举深感担忧。
观察指出，中方对美光的禁令使美国罕见尝到了肉痛的滋味，其中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预计中国以后将加大针对卡脖子技术的研发，成熟一个反制一个。在周三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回应了此事。中方有关部门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产品的网络安全审查是依法实施的，决定是基于事实作出的。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我们也不排斥任何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我注意到发言人毛宁在22日就曾回应，对美光公司的审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今天发言人特别强调，中方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同时，发言人也对美国长期以来就国家安全为借口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的行为进行了相关的驳斥。相比之下，两件事情的性质有着明显不同。中方的决定，如果把它放到美国近几年来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实施的一系列的打压措施之下，应该说并非在意料之外。那么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决定能够促使美国政府去进行反思。那么希望美中作为世界2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恢复正常的经济往来，包括去扩大彼此之间的贸易和科技联系，这才是对于两国人民、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才是真正的福祉。